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在这个诈骗案太子的风暴现在全面的扩张，而陈志这个时候喊冤，还聘请了最强在华府的这个华尔街的律师哦。那么中国则是控美国害走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怎么一回事？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太子集团的这场风暴，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关心到的是最新的进度，来自于美国的司法部已经正式起诉并且追捕陈志，并且扣押它的市值高达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财政部是这样说的，他说将太子集团已经把它列为是一个跨国的犯罪组织了，并且呢，他会针对它在全球146个实体跟个人来实施一个金融制裁。当然了，太子集团是立刻的正面的开战反击，公开呛美国司法部，他说呢，陈志并没有犯罪，美国啊，你才是这个夺财抹黑。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呢，正式的要来挑战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没收令。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更狠的事情是，陈志这个方面是直接聘请了华尔街最重量级的顶尖律师团来处理。这个顶尖律师团过去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呢？包括他曾经揭露全球450个重大案件，200多个国际仲裁，在反洗钱诈欺这个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最新呢，陈志的律师团已经要求了，说要延期60天提交索赔，理由是什么呢？律师团说，比特币的来源看不出来和诈骗有关系啊。陈志到底哪里来的底气？什么样的律师团敢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子来挑战美国政府的超级硬仗？还是说他手上握有美国不敢曝光的一些关键证据？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主要是钱了。你给美国的律师团足够多的钱，他当然愿意接啊，不管赢了输了，他都有足够的多的钱，他怎么会不想接呢？对于他来说，他分2块。第一个，您提到的比特币这一块，比特币这一块如何证明它是赃款？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保密货币嘛。那保密货币的话，你把它没收冻结，那这个本身有没有问题？那中国大陆对这部分你也有意见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陈志，他本身的所领导组建的这个诈骗集团，当初就是在缅甸被端窝的嘛，被端了以后逃到海外去。那他本身的诈骗的主要的受害者是中国人为多啊，并不是说全部都是大陆人，而以大陆人为多，还有台湾的也很多。那当然也有部分是日本、韩国都有。所以对于大陆来讲是真正的苦主。那这个比特币这4000多亿的台币的比特币的这个钱是应该要归中国大陆所有嘛，然后来去对于受害者给予怎么样的补偿？怎么会被你美国人拿走呢？你美国人并不是主要的受害者真正的主要受害者是大陆人所以大陆跟美国在争的是这笔钱你不能黑吃黑，这笔钱我们还有的账要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问的是陈志本身是不是犯罪集团？对大陆来讲也没有说他不是犯罪集团首脑你看台湾的这个的资产现在也在查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陈志他现在他首先要向美国来控诉的是他究竟是不是他的集团是不是犯罪集团。第二个就是这个比特币跟这个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嘛。那加密货币如何来证明说是跟犯罪集团之间的犯罪集团不法所得？这是2件事。不过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体验给我们一个教训加密货币是不是犯罪集团洗钱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之一？它变成毒贩、诈骗集团、贪污的大贪官，他们是不是都是透过加密货币来？所以我觉得加密货币这个管理事实上是应该要考虑到它的道德性的问题、正当性的问题，不能够把它当成一般的货币。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是，不然的话，你这个国家的腐败你永远没办法解决嘛。对，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这一回跟美国讲说你不要黑吃黑针对比特币的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美国做了非常多的手脚。大陆的指控，官方指控，我们赶快来看，这个是大陆的中国国家级的网安单位，它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好，赶快来看到他怎么指控。他说美国政府你这个
2020年底就用国家级的骇客直接窃取了陈志的矿池比特币超过12万枚。更离奇的是，你窃取了这些比特币之后，你就多年来把它那边放在那边完全不动它，而且陈志当时也多次的表示，他说他要付赎金，把这一笔账全部赎回来。但是美国司法部宣布直接扣押比特币，直到美国司法部直接宣布要扣押比特币，事情很吊诡的事情是被盗的这个比特币是瞬间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钱包去。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要公开的去指控这些骇客？那这150亿美元的比特币争议是真实的国际骇客行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委员又怎么看？这个陈志在 Rubian 这个挖矿公司所放的钱包 ，Rubian 是一个挖矿公司，就是在挖比特币的一个公司。他放的钱包，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应该讲只有35亿美元。那因为比特币这几年来涨得很凶，到今天才变成150亿美元啊。所以陈志想用35亿美元把它赎回，那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价差上面啊。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哈，第一个，那个中国大陆的有这个单位里面啊，指控说这是国家级的骇客，当然是国家级的骇客，为什么？因为是美国政府，当然是国家。那骇客能够进 Rubian 里面的钱包去解密，把它拿出来或者控制住。这当然是骇客行为了啊，所以国家级骇客是个中性名词，应该正确看来讲是个中性名词。现在只是说，那到底这个陈志有没有涉及国际诈骗啊？那有没有涉及到网络诈骗？那对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法律哈，你只要用这个我的网络，那不管你在哪里诈骗，我都有权利管。那偏偏全世界用了网络，怎么扯都扯得到美国去，都扯到美国去，所以他们就无缘佛界。我认为这个，因为他们有情报，知道这里有这一笔，而且陈志这个人，他的财路来源可能有问题，所以才想办法去针对他。然后美国现在政府也比较穷嘛，就抢钱抢粮，何况你给他找到小辫子哦。那陈志这边这个律师团也不是凡犯之辈啊，那也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种专门打刑事官司的，所以陈志已经付了很高的价码去请动。那所以这打官司的这个重点不在于那个财政部的扣押，是在于要举证这一笔钱跟陈志的行为是正当的，他钱的来源是正当的，那不是有犯罪行为。重点在犯罪行为要证明没有，或者跟这笔钱无关。这个是两个诉讼的一个关键。不过我认为他输掉这个官司的几率是蛮高的，是蛮高的，因为他证明到说他这个钱来路正当，困难度是相当高，都是靠路边挖矿挖出来的，这个几率不太高。那你说我在柬埔寨投资房地产赚来的，这个证据也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这种官司在美国打起来是很费时啊，而且这个诉讼费用非常庞大，因为他光缴诉讼费就是一笔很大的钱这没关系啊，看他什么表现啦。那中国讲这些东西是意在言外。你这个用国家级骇客，前几天我的那种时钟，你才用国家级骇客来修理我西北大学的研究资料，你用骇客来修理我，是意在言外，先铺陈说你美国专门干这种事。好，所以我们看到本来只是这个陈志的这一起风暴，现在已经上升到中美的官方的等级了。另外一起风暴，我们要持续来关心，怎么会这么巧？因为另外一个是来自于泰国政府的警方宣布的，他说呢，这一位是这个 KK 园区的主谋，涉嫌线上赌博加人口贩卖的佘志江被正式的引渡回中国了。中国官方怎么指控他？3项，第一个，他说呢，佘志江你设立了239个非法网站；第二个，涉及巨大的黑金洗钱；第三个，你跟这个东南亚的跨国诈骗网络有深度的合作。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佘志江被引渡回中国？是基于巧合吗？因为又有陈志的这2个案件，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吗？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在知识的浩瀚在资讯的知识浩瀚海洋里头，这个陈志的这个太子集团
这个案子啊，跟这个就 KK 园区这个案子啊，基本上是在不同海域中游泳，他们的基本类型这个犯罪的样态也不太一样。但是呢，在为什么他能够从泰国被抓，而且引渡回中国大陆？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这时候泰国突然做这个表态，跟太皇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有没有点关系？而且呢，去加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这里头之中也牵涉到跨国犯罪。刚才我们都讲到，因为资讯呢，我们就要知道，你抓这些金流，事实上就要遏制跨国犯罪集团，还有很多洗钱的活动、贩毒的活动。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是美国最积极的去在网络上去追踪这些金流，就是反恐。当他在全球反恐的时候，等于把手伸到这个里头，然后希望去掌控。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实际上就是资讯更是力量。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资讯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不对？资讯也是实力，资讯也是财富，但是呢，也是国家作恶以及私人作恶的一条管道。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中国大陆提出拿国家安全的观念切入这个事情确实是感受到那种威胁的程度是非常的严肃。剩下一点点时间再补充问赖老师怎么看？因为刚好是说陈志跟佘志江这2个事件刚好发生，你又怎么看？佘志江是因为当初缅甸在打击这个犯罪集团的时候，他逃出来，逃到这个泰国被逮捕。被逮捕，他本身也有提出上诉，他认为这个引渡是违反这个泰国宪法。